炒包菜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，教你饭店不外传技巧，清脆爽口不出水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想炒出脆爽入味的包菜，优先选择紧实圆润、点着有分量的包菜，外层叶片呢要翠绿有光泽，用手轻按菜叶，能快速回弹的才新鲜。这样的包菜水分足，纤维嫩，炒出来自带清甜。选好包菜后，露出中间的硬心部分，接着用刀贴着硬心的边缘，从顶部往下轻轻划一圈，把硬心和周围的菜叶呢分离。最后一手扶住包菜，另一只手捏住硬心的顶端，轻轻一抽，就能完整取出中间粗硬的心。这样处理既不会浪费菜叶，又能彻底去掉影响口感的硬纤维。跟着把包菜一片片取下来，撕好后呢，放入流动的清水中，轻轻揉搓叶片表面，把可能残留的泥沙、杂质冲洗干净。然后放进菜篮里沥干水分。清洗好的包菜呢，别用刀切，要顺着菜叶的纹理一张张撕成小块。撕出来的菜叶边缘不规则，更易吸附调料，吃起来呢也比用刀切的更脆嫩。中间粗硬的菜杆呢不用纠结，直接扔掉也不心疼，毕竟菜杆纤维粗，口感偏硬。尤其追求包菜整体软嫩口感时，去掉能让菜品风味更统一，避免影响咀嚼体验。想要炒包菜香气更足，配料一定要有的。首先是五花肉，切成厚度适中的薄片，建议选肥瘦相间、带有一层薄皮的新鲜五花肉。太瘦的肉呢，炒出来会柴，太肥又容易腻。这种肥瘦比例刚刚好，炒时能逼出油脂，让包菜吸满肉香。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处理大蒜，直接用刀背轻轻拍扁，然后把蒜瓣呢剁成蒜末，不用剁得太碎，保留一点颗粒感，炒时更容易出香，还能避免炒糊。剁好后同样装入盘中。最后是小米椒，能吃辣的朋友多放几个，不能吃辣的少放或者不放。切成圈，辣味更易释放，还能让成品看起来更有食欲。切好后装入小碗。首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，先加一勺食盐和一勺白糖，盐提鲜，糖增香。接着撒入少许的胡椒粉，让味道更有层次。然后加一小勺生抽，半勺香醋和一勺蚝油，这三样是鲜味担当，能让料汁鲜得有厚度。最后加半勺干淀粉，用它给料汁勾个薄芡，倒入小半碗清水，朝一个方向搅拌，直到淀粉完全溶解，没有颗粒，料汁就调好了。炒包菜注意中途手忙脚乱的加调料，提前调好一碗料汁，既能让味道均匀融合，还能避免包菜炒久出水。这一步是秒变大厨的关键。前面处理好的包菜呢，先别急着下锅，多做一步呢，能让口感翻倍。把沥干水的包菜呢放进大盆里，淋上少许食用油，然后下手轻轻抓拌均匀，确保每一片菜叶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油膜。这一步的作用呢，是在菜叶表面形成保护层，既能锁住水分，避免后续蒸制和翻炒时出水变软，还能让包菜更易吸附调料，吃起来更入味。与此同时，提前把蒸锅的水烧开，水沸腾后，将裹好油的包菜呢均匀铺在蒸屉里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分钟。蒸制的作用很关键，一是能让包菜半熟，后续炒的时候呢不用炒太久，减少出水；二是能去除包菜的深涩味，保留脆嫩的口感，还能激发本身的清甜。
蒸到菜叶微微变软，边缘有点透明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关火后，把包菜盛出来备用，别蒸太久，否则呢会软烂。接下来起锅烧适量油，油热后放入切好的五花肉，用中小火慢慢煸炒，把五花肉里的油脂逼出来。炒到肉片边缘微微焦黄，变得透亮，这样吃起来不油腻还带香。接着下入之前备好的蒜末和小米椒圈，转大火快速翻炒，炒出蒜香和辣椒的香味。然后加入一勺豆瓣酱，继续煸炒10到15秒，把豆瓣酱的酱香炒出来，注意别炒糊，避免发苦。最后把蒸好的包菜倒进来，转大火快速翻炒均匀，让包菜充分裹上肉酱和香味，大概翻炒30秒就可以了。很想知道屏幕前的你来自哪里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能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再次相遇，真是件奇妙的事。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不妨点击订阅按钮，后续还有更多实用小技巧等你解锁。把调好的料汁顺着锅边淋进去，转大火快速翻炒10到15秒，让每一片包菜叶都均匀裹上料汁。此时料汁呢会因为高温快速收浓，牢牢挂在食材表面，待料汁完全过匀，这道美味的炒包菜呢就彻底完成了。这样炒的包菜入口脆嫩不软烂，咬着呢带点清甜，还吸满了五花肉的油香和料汁的酱香，每一口都很有层次，完全没有生涩味。相比较直接下锅炒的包菜，它不会炒出一锅汤，也不会出现外层软烂内层还带生的情况，口感更稳定，味道呢也更浓郁。端上桌配米饭，妥妥的下饭神器，全家都爱吃。好啦，这道脆嫩入味的炒包菜就做好啦。今天的小技巧都教给大家啦，觉得有用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分享给身边爱做饭的朋友。咱们一起把家常菜做得更美味。乐乐妈还会分享更多简单又实用的家常菜谱。咱们下期再见，记得按时吃饭呀。